接着勾第17圈，在上一圈线头右侧锁针斗眼里接线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左侧针目上勾一针长针，锁针斗眼，勾至对应数量的长针，往下挑针目及锁针斗眼对应勾长针，勾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结束。第17圈完成，继续勾第18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挑针目对应勾一针长针，一针长针加针，三针长针，下一针长针需要连接第15圈鬼牙拉针反面下方1点位置，先挑针目勾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穿入鬼牙拉针反面下方的2根线，将线依次勾出，完成长针并完成了连接。继续对应勾10针长针，下一针进行连接，先勾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穿入鬼牙拉针下方这样2根线，将线依次勾出，这样就又连接了一次。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勾织，注意在对应的位置勾织长针加针，2次连接的位置中间均是间隔10个入针位置。对照图纸勾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结束。第18圈完成，后面的第19圈对照图纸勾织，注意长针加针的位置不要勾错。最后断线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勾第20圈，在上一圈起立针左侧针目上接线，同一位置勾一针短针，继续勾一针短针，一针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勾2针短针，短针加针完成，继续勾短针，到了长针加针位置，需要在长针加针上勾蝴蝶，
先在长针加针中间缝隙处钩位针引拔针，三针锁针，挑起长针加针靠左的这针长针，钩3针长针，3针锁针，1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2针锁针，2针中长针，2针锁针，旋转一下织物，在下方入针位置挑起针目的辫子，钩位针引拔针，2针锁针，旋转织物，在靠右的长针上钩织对称的针法。最后3针锁针完成后，在开始的缝隙处引拔，稍微拉紧，这样蝴蝶就钩好了。继续挑针目对应钩短针，并在对应位置加针。到了下一个长针加针位置，钩织蝴蝶，方法与之前相同。完成后，继续在长针上钩短针和短针加针，遇到长针加针位置对应钩蝴蝶，对照图纸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结束，断线。第20圈就钩好了。接着钩第21圈，在上一圈线头左侧短针上接线，钩位针短针，左侧短针加针上对应钩1针短针，2针锁针，1针短针，继续挑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到了蝴蝶位置，挑后方，这样引拔针的辫子，
钩针短针。继续挑针目对应钩短针。遇到短针加针，继续对应钩一针短针、2针锁针和1针短针。我们将锁针当做这一圈的一个角，中间的短针当做这一圈的一条边，后面就重复钩织这样的边和角。注意核对边的针数，不要钩错。最后引拔结束，断线。第21圈就钩好了，继续钩第22圈，在上一圈一个角的斗眼里接线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挑针目对应钩5针长针。接着找到下方第18圈长针加针位置，在其靠右的长针上钩一针5卷长针的正拉针，钩针绕线5圈，在前方从右往左挑起这针长针，将线钩出，可以稍微拉长线圈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6次。钩完后，保证织片平整不皱缩，5卷长针的正拉针就钩好了。继续钩7针长针，注意拉针对应的这一针空出不钩。在左侧第18圈连接第15圈的这针长针上，钩一个5卷长针的正拉针，钩针绕线5圈，在前方从右往左挑起这针长针，将线钩出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6次。注意稍微拉长线圈。保证钩完后织物平整不皱缩。
无卷长针的正拉针就钩好了。继续空出拉针对应的针目，对应钩长针。到了脚位置，在锁针洞眼里钩一针长针，一针锁针和一针长针，继续挑针目，钩5针长针。在下方已经钩织正拉针的这针长针上，再钩一针无卷长针的正拉针，穿入同一位置进行钩织。继续对照图纸钩长针，注意空针。左侧第18圈长针加针，靠右这针上钩一针无卷长针的正拉针，继续钩长针。脚的洞眼里钩一针长针，一针锁针和一针长针。看一下，我们将一针锁针作为这一圈的一个角，之间的针法当做边，边的位置这2针无卷长针的正拉针分别钩在下方第18圈，长针加针靠右的这针和连接前面针法的这针长针上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纸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结束。第22圈就钩好了，继续钩第23圈。先钩一针短针，挑针目对应钩对应数量的短针，接着钩一针长针的正拉针，绕线2圈，从右往左挑起下方无卷长针的正拉针，将线钩出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。长针的正拉针就钩好了，跳过后方对应的针目，钩一针短针，继续钩一针长针的正拉针，挑起左侧下方无卷长针的正拉针钩织，
跳过针目，对应钩短针。角的动眼里钩一针短针，一针锁针和一针短针，继续挑针目钩短针，一针长长针的正拉针，跳过针目，一针短针，一针长长针的正拉针，跳过针目，对应数量的短针。锁针断眼，继续钩一针短针，一针锁针和一针短针。我们将锁针当做这一圈的一个角，短针及长长针的正拉针当做一条边，后面就是重复钩织这样的边和角。对照图纸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结束。第23圈就钩好了，继续钩第24圈。先钩短针，钩完上一圈长长针正拉针，中间短针对应的针目后，钩一针长针正拉针减针，绕线，从右往左挑起右侧长长针的正拉针，将线钩出，绕线，穿过前2个线圈，一针长针正拉针的未完成针就钩好了。继续在左侧长长针的正拉针上再钩一针长针正拉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正拉针减针就钩好了。右上方的辫子就是其针目，继续挑针目对应钩短针，不需要跳过针目。这里下方长长针正拉针的针目不要漏掉。锁针动眼里钩一针短针，一针锁针和一针短针，继续挑针目钩短针，到了对应位置，钩一针长针正拉针减针，先对应钩2针长针正拉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正拉针减针完成。继续对照图解钩完这一圈，注意不要漏掉针目。最后引拔结束。
断线。第24圈就勾好了。最后一圈，在上一圈引拔入针位置接线，挑针目一对应钩短针，锁针位置对应钩一针锁针，作为这一圈的角，之间的短针作为边，最后引拔断线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一个花片2就勾好了，可以与花片1比较一下，边的长度应是大致相同的。如果相差较大，可以将花片2最后几圈调整手松紧，重新钩织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余的花片2钩好。下面学习拼接，先对照拼接示意图，将对应配色的三角花片拼接成8边形和这样的5边形，然后进行钩边。接着将其余花片1和花片2对应拼接起来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拼接方法。取出2个三角花片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结尾位置对应，将织物反面相对。这里从起针处开始拼接，同时穿入2个织片起针处边缘锁针，接线，开始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，第一针锁针起立，往右穿入第一行边缘一针缝隙，这里辫子尽量不要扭曲，将线勾出线圈，然后调左侧这样的一根线，钩一针短针，重复之前的步骤，穿入第一行针目位置，起立针则挑最上方锁针，将线勾出。可以看到左侧有这样的2根线，挑起这样的2根线，钩一针短针，继续挑第2行边缘一针引拔，挑这样的2根线，钩短针，下一次挑针目对应位置拼接。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织片相接位置，这里具体的入针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只要保证2个织片均匀平整的拼接起来就可以。
尖端挑偏左的一侧，大概位置拼接。最后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。线头均可以在反面藏好。这样2个三角花片就拼接好了。其余三角花片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沿着侧边拼接成对应的形状。注意配色交替。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拼接示意图，将对应的5边形和8边形花片拼接完成。下面在三角花片拼接好的5边形和8边形上勾边。8边形花片需要勾1圈，5边形花片只需要勾花片的起针处这3个位置。这里我以5边形花片为例，演示一下勾法。这里我用小按演示，找到最边缘起针处的锁针接线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勾一针短针加针。继续挑锁针对应勾短针，穿入之前的入针位置钩织即可。最后一针锁针上，也就是拼接的位置，再勾一针短针加针。下一个花片起针处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，也就是两侧一针上钩短针加针，中间钩短针。拼接的位置不要漏掉。最后一个起针处完成后断线。线头均在反面收好，这样5边形花片的钩边就完成了。8边形花片钩法类似，只是最后需要与开始引拔成圈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这样三角花片的拼接和钩边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将所有花片拼接起来，方法与三角形花片拼接方法类似，只是这里均是挑针目拼接。可以看一下每个花片的一条边针目数量是相同的。花片2角的锁针位置不需要拼接，这里只需要挑边的针目，一一对应拼接即可。对照拼接示意图摆放好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拼接方法，将对应的边对齐。这里我先演示一下三角花片的边和花片2边的拼接，反面相对，在边最左侧的针目上接线。这里花片2位置找到角锁针斗眼右侧这个针目，然后往右拼接。
穿入前后对应的针目，拼接就可以。三角花片一侧拼接完短针加针位置，花片2刚好拼接完边的位置。到了拐角处，按照喜好选择下一条对应的边继续拼接，小样这里加入一个花片1，继续在边的位置一一对应拼接。花片1位置，注意找准角位置一侧的短针。拼接到边缘位置后断线。下面我演示一下3个花片相接处这一条边的拼接。在其拼接好的位置右侧较近的地方，挑大概位置接线。这里花片2可以穿入这个锁针洞眼接线。开始可以预留15厘米左右的线头，然后挑针目一一对应拼接。拼到这一条边尽头后，预留15厘米线头断线。这里如果拼接处有明显的缝隙，可以缝合几根一线。方法没有要求，纹理美观就可以。最后将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。
另一端线头如果有需要可以缝合，不需要则在反面藏好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根据自己的喜好，将所有花片按照排布图拼接好，这样拼接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进行钩边，沿着拼接好的花片逆时针绕圈钩织，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，用到的新针法是长针正拉针和长长针3针的造型针。先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第一圈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花片数量较少，主要演示方法。找到右上角位置的花片2，在其右上角的这个锁针洞眼里接线，钩一针短针，然后调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左侧一针锁针洞眼，钩一针短针。下面到了拼接位置，在钩边侧边，也就是边缘这针短针加针旁边，钩一针短针。起针处穿入入针位置，钩一针短针，然后在每行侧边对钩2针短针。最后针目上钩一针短针。接着在中间三角花片两侧拼接位置各钩一针长针，中间一针锁针过渡。另一侧按照之前的方法对应钩短针。钩边位置的短针钩完后，可以核对一下短针数量。后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在花片2边及两侧锁针洞眼钩出对应短针，三角花片上同样钩出对应的短针，中间钩织长针和锁针。后面到了角位置的花片2，没有拼接的角的位置，在洞眼里短针之间需要钩一针锁针过渡。大家对照图纸继续钩完这一圈。花片2已经拼接的角位置，锁针洞眼短针不要漏掉。最后引拔断线。第一圈就钩好了，接着钩第2圈，在上一圈线头右侧锁针洞眼里接线，钩一针短针，
然后挑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。遇到锁针动眼位置，均在里面钩一针短针、一针锁针和一针短针。针目位置对应钩短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纸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断线。第2圈完成。后面第3圈，继续在线头右侧锁针斗眼里接线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挑针目对应钩长针。遇到锁针斗眼位置，在里面钩一针长针、一针锁针和一针长针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其完成，结尾断线即可。下面我演示一下第4圈，在上一圈起立针上接线，钩一针短针，继续在左侧针目上钩一针短针，然后在左侧长针下方对应的短针上钩一针长针正拉针，绕线一圈，从对应的短针针目穿入，左侧针目穿出，将线钩出，稍微拉长线圈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。长针正拉针完成。完成后的正拉针应与右侧高度一致，跳过对应的针目，对应钩2针短针，继续在左侧长针下方对应的短针上钩一针长针正拉针，后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，间隔2针短针钩一针长针正拉针，注意长针正拉针对应的针目跳过不钩。遇到锁针斗眼位置，对应钩一针锁针，斗眼两侧的长针正拉针位置需要对照图解钩织，每个锁针斗眼位置两侧钩织的短针数有所不同，大家注意不要钩错。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结束，断线。第4圈完成，继续钩第5圈，方法与第2圈类似。注意在上一圈线头左侧第2针长针正拉针上接线，然后挑针目钩短针，在锁针斗眼位置钩一针短针、一针锁针和一针短针，结尾不断线。
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我演示一下最后一圈，接着上一圈的线继续钩织。先钩一针短针，10针锁针，在倒数第5针锁针上调2根线，钩一针长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先钩3针长长针的未完成针。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长针3针的枣形针完成，再钩5针锁针，穿入第1针锁针，钩一针长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可以调里扇，也就是这样一根线钩织。完成后，在前一个枣形针入针位置勾引拔针，这里可以从后方进行钩织，将纹理清晰的一面放在外侧，稍微拉紧，继续钩5针锁针，整理一下。我们将开始短针之后的针法当做一个豆豆花样，下方间隔5针，钩一针短针，继续钩一个豆豆花样，先钩10针锁针，在倒数第5针上调2根线，钩一针长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再钩5针锁针，穿入第1针锁针的里扇，钩一针长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完成后穿入前一个枣形针的入针位置，引拔，再钩5针锁针，豆豆花样完成。下方跳过5针，钩一针短针，豆豆整理饱满一些。后面大致按照间隔5针短针，钩短针，短针之间钩一个豆豆花样的规律进行钩织。注意，遇到锁针动眼位置，其两侧间隔的针数需要对照图解进行调整，尽量保证短针钩在锁针动眼里，或者让豆豆花样的位置与锁针动眼矩阵对应。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调整短针间隔，
保证痘痘均匀分布，整体美观就可以。继续对照图纸将这一圈勾完。最后引拔结束，断线。线头均在反面收好，这样钩边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学习小花朵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，接着钩织一圈引拔针装饰，最后缝合到三角花片拼接成的8边形及5边形这样的中心位置。用到的新针法是长针3针的爆米花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第一圈对照图纸钩织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小样已经钩好了，接着钩第二圈，在上一圈引拔入针位置接线，4针锁针，同一位置钩一针长针3针的爆米花针，先钩3针长针，取下钩针，穿入第一针针目，将线圈钩出，钩一针锁针固定，长针3针的爆米花针就钩好了，继续钩4针锁针，下方同一位置引拔，拉紧，下一个针目再引拔一次，这里针目有些被盖住，不要漏掉。我们将已经钩这部分当做一组，对照图纸钩完剩余的组数。最后一组结尾的引拔针钩在开始的接线位置，注意最后预留30厘米左右的线头用于缝合。没有收完的线头可以剪断。将爆米花针向前顶起，整理好。
第2圈就完成了。最后在第1圈针目位置钩一圈引拔针装饰，方法与花片1引拔针装饰类似，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小花朵就钩好了。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小花朵的缝合。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花朵第1圈放在3角花片最后一行相接的中心位置，挑第2圈反面底部缝合。正面尽量不要露出痕迹。最后打结藏线。其余小花朵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合到对应位置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到这里，整个毯子就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购置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